有缘人，我今天要说的东西可能会颠覆你以往的认知，而且我可能以后也不会再讲这些东西了。有些话说早了是天机，说晚了是废话，时机不到，听的人没感觉时机过了，说的人已无心。地球经过几百年的演化，这个世界人口从几十年前的几亿突然变成现在的80多亿，然而真正人的数量并没有变。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以前不允许说，说了很容易违规，所以很多人看不到真相。后来做互联网的时间久了，看得多了，也学得精了，如今好多事情也可以说了。有缘人，我几乎可以确认，这世上绝大多数人的存在只是顶着一张人皮，6根只占了5根半，也就是眼耳鼻舌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像一台最高级的收音机，能接收到方圆百里所有的杂音、广告、噪音，却唯独对那段穿越星际而来的美妙音乐始终接收不到信号，因为它缺了最核心的那个频率接收器。由于业障过多，最后的那一根始终滋养不出灵气，于是便永久失去了真正成为人的机会。绝大多数仅仅是一副冠有姓名的躯壳罢了。所以如果你这2年常常觉得有一种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一种看着周遭的热闹，内心却一片冰凉的疏离感，我可以尝试来救救你。6道轮回里的地狱道，常年混迹于监狱和医院，那里充满了哀嚎与绝望，咱就不多解释了。恶鬼道，终生被贪婪和嫉妒的烈火焚烧，永不满足，永在索取。畜生道，始终摆脱不了愚痴和暴怒的枷锁，一念就吃，一点就炸。我把话说得好听点，因为他们也很可怜。这3道投射在人间，就成了3种人：好人、小人和傲人。好人的嫉妒心让他活得憋屈，他总在为你好的伪装下默默计算着你的福报是不是超过了他。看见你过得好，心里就像被小虫子啃噬，嘴上祝福，心里却在滴血。小人的怀疑心让所有人都讨厌他，他看谁都像是在算计他，把全世界当成假想敌。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防御战，把自己关在怀疑的铁屋里，谁也进不来，他也出不去。傲人的虚荣心又让人感到压抑，他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像个舞台上的小丑，用尽全力表演，只为换来几声廉价的喝彩。他的生命能量全部消耗在了维持那个虚假的人设上。这3颗心最终都汇聚成了一颗强大的索取心，也就是小我。它遍布市井街巷，让人们彼此刁难，相互为难，在鸡毛蒜皮的琐事里苦苦挣扎，不得解脱。
其实这世上最悲惨的事情，就是成为这种被设定好程序的 NPC， 一生都在重复索取内耗，却从不知为何而来，将往何去。所以如果你真的能感受到我说这句话的慈悲，说明你有把众生都当成一条命的爱心，有面对丑陋现实的包含心，有看清残酷真相的耐心，这3颗心最终会汇聚成一颗平常心。这颗心让你起码拥有了大我的根基。那怎么样找到真我？它需要一个先决条件。为了避免违规，我就用元神来代替吧。我告诉你，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身兼何职，相比于厌世，你还有更多更值得去做的事情。元神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能量，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它就相当于一个游戏里的玩家，背后有一个真正操控着这具身体的真我。如果没有它，那你就是那些没有玩家操控的游戏角色，他们所有的行为与思考，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都是被底层代码编程固定的。有人会问，那是不是那些高智商、高学历、事业有成的人就有元神？大错特错，这叫不懂阴阳，也叫乱点鸳鸯谱。一个人是否有元神，不取决于他的智力、学历、财富，或者他信奉什么宗教，和遗传也没啥关系。完全有可能你爹妈是 NPC， 而你不一样。具体怎么分辨呢？我不能细说，但是你只要记住一个根本的法则，只要一个人，他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围绕着物质世界的钱、权、色、利、情这5样东西打转，那就是丝毫没有脱离动物的本能行为，不具备一丝真正的人性，更不必提那超越性的神性。你仔细观察，这5样东西的本质是什么？是生存和繁衍。一个没有元神的人，他的人生意义绝不会超出这个范畴。他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他追逐权力是为了更安全的生存，他沉迷色欲是为了繁衍的本能，他算计利益是为了占有更多生存资源，他所谓的感情也常常是一种交易和依赖，是生存的另一种保障。所以有缘人，如果你真心的、自发的做过一件完全脱离动物本能的行为，那么恭喜你。比如你曾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偷偷帮助过一个落难的人或动物，不为任何回报，你痴迷于某种艺术，比如音乐、绘画、写作，在其中感受到的是纯粹的喜悦，而不是为了考级或炫耀你废寝忘食地想发明一样东西，只是因为那个创造的过程让你着迷。这些力量的本质叫创造力，这是神性的火花。动物是没有这种力量的，动物只会觅食和交配，它们不会去追求这些和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那没有元神的人，也从来不会真正热爱任何一项和生存无关的东西。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陷阱，你一定要注意了，它可能会跟风。比如说，我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朋友，朋友圈里天天是一年英国行，一生英伦情。他会去听歌剧，逛博物馆，喝下午茶，表现得比谁都热爱。但这种热爱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融入某个群体，获得一种身份标签，好在吹牛的时候有资本。那不是热爱，那是社交货币。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别，就是当他们这些角色遇到了一个真正有元神、有思想的玩家时，会做出一个惊人统一的动作，那就是鄙视和攻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你做的那些不实用的事情毫无意义。这根本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一个在黑暗里待久了的人，突然被一束光照到，他不会感受到奇妙和温暖，他的第一反应是睁不开眼，是刺痛，是愤怒。他会立刻咒骂这该死的阳光，因为这些被本能驱动的人才是地球上漫长时间里的原住民。较智人，光照见了他们内在的空洞和匮乏，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生命意义的无声审判，所以他们必须攻击你，把你拉回到和他们一样的黑暗泥潭里，这样他们才能感到安全。如果从现在开始，所有拥有元神的人在地球上都突然消失了，人类文明很快就会倒退。虽然这些智人的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和有元神的人看起来一样，甚至更强，但是知识这个东西是一定会被遗忘的。知识如果失去了创造力这个源头活水来滋养，就会变成一潭死水，最终彻底干涸。古代很多真正的好东西，那些蕴含着宇宙智慧的传承，都已经被遗忘了。人类最终会回归智人的设定，回归部落式的只为生存和繁衍的原始状态。所以如果你听懂了这些话，请收起你的厌世和迷茫。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恰恰相反，你是维系这个世界不至于彻底沉沦的定海神针，是那束光，是那个玩家。当你开始真正的活出你的创造力，哪怕只是专注于种好一盆花，爱护一只小猫，写下一段真诚的文字，你就在为这个世界注入光，你就在履行你此行的使命。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我的元神始终清醒。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这是一次对你真实身份的能量校准。当你打下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在向宇宙，向你的内在宣告：我选择成为玩家，而不是被程序控制的角色。我选择创造，而不是索取。我选择清醒，而不是沉睡。当成千上万的玩家共同发出这个宣告时，我们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清醒的意识共振场。这个能量场会彼此加持，
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当你确认自己是玩家而非 NPC 后，你可能会陷入一种新的迷茫。这就像一个在梦中沉睡已久的国王，虽然隐约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却依旧被梦境的枷锁捆绑，动弹不得。知道自己有元神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关键是你的元神是否正在觉醒，它是否已经从后台的沉睡状态开始尝试接管你这具身体的控制面板。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灵性觉醒，我称之为玩家上线。这个过程绝不是轻飘飘的心灵提升，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内在革命。它通常伴随着混乱、痛苦和对整个旧我世界的颠覆。如果你正在经历以下几种迹象，哪怕只有一个，那么恭喜你，你的真我正在艰难地破壳而出。信号一：意义感的崩塌，对世俗游戏的彻底厌倦。这通常是觉醒的第一个，也是最猛烈的一个信号。你过去拼命追求的东西，升职加薪、名牌包、饭局上的吹捧、朋友圈的点赞，突然之间在你眼里变得像一堆毫无意义的塑料玩具。你看着周围的人依然为此狂热、争斗、焦虑，内心却涌起一股巨大的荒谬感和抽离感。你不是失去了动力，你是看穿了游戏的虚假。有人会立刻给自己贴上标签：我是不是抑郁了，或者进入了中年危机？大错特错，这不叫病，这叫系统重启。是你的元神在强制卸载那些盘踞你内在系统几十年、疯狂占用你生命能量的垃圾软件。抑郁是能量的枯竭，而你是能量在寻找新的、更高质量的出口。这就像你前半生都在一个华丽的电影片场里当主角，你曾为那些布景、道具和剧情哭过、笑过、拼过命。但有一天，你无意中走到了幕后，看到了那些粗糙的木头支架、杂乱的电线和冰冷的摄像机。那一刻，你不可能再回到台前，去声嘶力竭地表演一个虚假的故事了。这根本不是迷失方向，而是你内在的指南针终于挣脱了世俗磁场的干扰，开始校准回宇宙真正的北方。信号二：身体的排异反应，对低频能量的极度敏感。你的身体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精密的能量探测仪，你开始吃不下那些油腻、加工过的垃圾食品，身体会本能地排斥它们。你走进一个人多的商场或饭局，会莫名地感到胸闷、疲惫、头痛，像是被抽干了能量。你甚至无法再看那些充满暴力、争斗、狗血的影视剧，因为那些能量会让你感到真实的恶心和不适。你会不会想，我是不是身体变差了，变得娇气、过敏了？恰恰相反，不是你的身体变差了，而是你的身体变得太干净了。一个调试到最高精度的科学仪器
是无法容忍掺假的劣质燃料的。一个顶级的品酒师，一口就能尝出酒里最微小的杂质。你的身体过去就像一个沼泽，什么垃圾都能往里扔，它麻木地承受着。现在你元神的清醒，如同在沼泽中心涌出了一口清泉，它正在把所有的污泥、浊水、垃圾都往外推。这个净化的过程必然是痛苦和混乱的。这不是生病，这是你的肉身在拼命追赶你灵魂的频率，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硬件升级。信号3：情感的潮汐，无法抑制的共情与莫名的悲伤。你的情感会变得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柔软而敏感，看到新闻里受苦的人，看到流浪的小动物，甚至看到一片飘落的叶子，你都可能突然泪流满面。有时候，一股巨大的、不知名的悲伤会毫无征兆地淹没你，你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但就是无法抑制。身边的人可能会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情绪这么不稳定？你不是在失控，你是在开锁。你元神的天线终于修复好了，开始能接受到这个世界更深层、更广阔的集体潜意识的信号。你流泪，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你个人的那点小情小爱，你是在为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的伤痛而哭。这就像你一直住在一个隔音效果极好的房间里，有一天墙上裂开了一道缝，你第一次听到了房间外整个世界的喧嚣、哭喊和歌唱。那份冲击足以让你瞬间崩溃。这不是软弱，这是你的人性正在朝着神性复苏的最高证明。因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所有觉醒灵魂共通的品质。信号4：关系的自动洗牌。旧圈子的瓦解与孤独期的来临，你身边的社交圈会开始一场自动洗牌。那些曾经和你称兄道弟、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你会发现和他们坐在一起，如坐针毡。你们的话题、你的思想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饭局上，他们聊的是钱，是关系，是如何算计别人，而你只想聊聊星空和内心。这种格格不入会让你选择主动疏远，你会进入一段看似孤家寡人的时期。但请记住，这根本不是你被抛弃了，而是你的内在能量场在进行净化和升级。一个干净的能量场会自动排斥那些频率不符的人。宇宙正在为你腾出空间，好让那些真正与你同频的玩家队友进入你的生命。信号5：对神秘学和宇宙真相的极度渴望。你大脑的搜索模式会彻底改变，你不再关心明星的八卦、社会的内卷，而是开始疯狂地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宇宙是怎么运作的？生死是怎么回事？灵魂、轮回、因果，
这些被主流社会视为迷信的东西，却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着你。这不是逃避现实，这是你的元神在搜寻出场设置和操作手册。你这个玩家苏醒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游戏世界的底层规则和终极任务。信号6，梦境变得异常清晰、真实，甚至带有启示性。你的睡眠不再仅仅是身体的休息，而成了另一个维度的课堂。你的梦境会变得无比生动、真实，醒来后细节依然历历在目。有些梦甚至会给你带来强烈的启示，解答你白天的困惑，或者预演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这是因为当你白天的小我意识渐渐安静下来，你那苏醒的元神终于有机会在梦境这个更自由的维度与你进行沟通和信息传递。信号7，同步性的频繁出现，感觉被宇宙引导。生活中你会频繁经历不可思议的巧合，你刚想到一个人，这个人的电话就打来了。你正为一个问题苦恼，翻开一本书，答案就在那一页上。你心中有个模糊的念头，出门就会看到相关的广告牌或听到路人谈论。这根本不是巧合，这是你开始与宇宙的信息流同频共振了。你的元神正在与更大的智慧场域连接，宇宙开始通过各种同步性事件来回应你，指引你，确认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你正在经历以上一种或多种状态，请不要害怕，不要怀疑自己出了问题，你只是正在经历一场最壮丽的蜕变。请给予自己最大的耐心和慈悲，因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在你的身体里诞生。当你在上述7个信号中看到了自己颠沛流离的影子，内心或许一半是终于被理解的释然，另一半却是更加深刻的彷徨与无助。知道了自己正在破壳，但壳外的世界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该怎么办？这就像一个沉睡已久的国王，在梦中记起了自己的身份，却发现手脚依然被现实的枷锁死死捆住，空有尊贵的名号，却无半点挣脱之力。所以在你确认了自己的玩家身份正在艰难上线之后，一个比是什么更10万火急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下面的3条心法就是专门写给你这位刚刚苏醒却仿佛赤身裸体手无寸铁地站在十字路口的玩家的生存指南。它将告诉你，在这片由海量 NPC 构成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既不被他们同化消耗，又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一心法：减法与藏锋，主动关闭耗能的端口。首先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你永远无法也不应该试图去唤醒一个 NPC， 这听起来很无情，但却是最高级别的慈悲，既是对他，也是对你。试图去点醒一个沉睡的人，
就像非要给一个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看太阳。你带给他的不是光明，而是灼伤和仇恨。你的能量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它如同一块高能量的蓄电池，本来是用来驱动你的创造力，点亮你自己的世界的。有人会想，我多跟他讲讲道理，他总会明白的吧？这是最天真也是最致命的想法。你以为你在渡他，实际上是在渡劫。你的道理，你的逻辑，你的频率，对于他的操作系统来说是无法识别的乱码。你们的对话就像一个用量子物理，一个用加减乘除，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你越解释，他越觉得你奇怪、虚伪、不正常。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的蓄电池被活活耗干，而它依然在它的程序里运行得很好。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做减法，果断地减少与那些持续消耗你、攻击你、让你感到压抑的人的无效互动。这不是让你愤世嫉俗，而是让你能量自保。收敛你的光芒，不是熄灭它，而是只在同频的人面前绽放。在 NPC 面前，你可以做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人，遵守游戏的基本规则，但内心要清楚，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的思想，你的热爱，你的创造，是你最珍贵的宝藏。不要轻易示人，更不要指望他们能理解和欣赏。这叫和光同尘，内蕴乾坤。第二心法，同频与共振，从找同类到吸同类。孤独感是每个玩家的必修课，但长久的孤独会动摇你的信念，所以你需要找到你的队友。但这里有个误区，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他们？你越是心急火燎地向外寻找，越是找不到，因为玩家之间的识别靠的不是语言、身份、地域，而是频率共振。你是什么频率，就会吸引来什么频率的人。与其耗费心力去找，不如静下心来调频。怎么调？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真正热爱、能点燃你创造力火花的事情。当你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你的天命里，无论是写作、编程、研究、疗愈还是艺术，你就在向宇宙发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你的灵魂名片。那些和你频率相同的玩家，哪怕远在天边，也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他们会被你的作品、你的思想、你的能量所吸引，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这就像调收音机，你把自己的频道调准了，那个台的节目自然就清晰地播放出来了。所以不要再抱怨孤独了，你的孤独是你调频的最好时机。当你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你的同类才会真正为你而来。第三心法，创造与锚定。
把你的能量物化到这个世界。玩家来到这个游戏世界，不是为了体验 NPC 的生活，不是为了通关前权色历情的副本，而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创造。创造是元神与这个物质世界互动的唯一方式。你的每一次创造都是在把高维的能量、思想和爱锚定到这个三维世界。一个没有元神的人，他的行为模式是消耗，他吃饭、工作、娱乐，本质上都是在消耗地球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一个有元神的人，他的高级形态是创造，他要通过自己的独特天赋，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增量，一部新的作品，一个创新的想法，一种更和谐的关系，甚至只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微笑。你可能会觉得，我没什么天赋，我能创造什么呢？这是小我最大的谎言。创造不一定非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你用心做一顿饭，让家人感受到爱，这是创造。你耐心地教会孩子一个道理，点亮他的心灯，这是创造。你写下一段让你自己感动的文字，疗愈了自己，这是创造。你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干净而美好，让能量流通，这也是创造。关键在于你的行为背后是索取的能量还是给予的能量。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去创造，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了重心，你的能量有了出口，你不再迷茫，不再内耗，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你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在为这个看似沉闷的世界注入一丝来自更高维度的光与活水。这就是玩家的终极活法，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这个看似虚幻的游戏里，留下你真实而独特的创造印记，这才是你来此一行的真正意义。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